近期，芬兰总理马林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社交网络上，他与几个友人热舞，并且疑似吸毒的视频广泛流传，被反对党当作政治污点抓住不放，私生活被反复检视。2019年，马林曾带着全球最年轻女性领导人的政治光环上任，但是在深陷丑闻的当下，曾经的不羁成为了他的政治负资本，而且在他的治下，国家经济运行也陷入困境。马林的含泪道歉是否能够挽回贪玩、判断力有误的不良形象？不过，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却发文力挺马林，发出自己年轻时的跳舞照，鼓励马林继续跳舞。那么，政治人物究竟在私领域应该保持怎样的行为规范？目前才37岁的马林又能否挺过此次热舞视频风波呢？8月17号，芬兰的社交网络出现多段短视频，视频中芬兰总理桑纳马林与朋友在一个私人派对上饮酒蹦迪、纵情狂欢。这些视频迅速在网上发酵。有细心网友看到马林身后的桌上有白色粉末，还有人听到视频中有人高呼面粉帮。马林的政治对手纷纷将面粉帮与毒品挂上钩，质疑马林在热舞派对上吸毒。为平息风波，马林8月19号召开记者会，否认服用违禁药物，坚称自己在私人场合的行为并无任何不妥，并主动接受了药检。芬兰政府8月22号在声明中表示，总理桑纳马林接受药检的结果显示没有违禁药物存在。Sen voin sanoa, että ikinä en ole elämässäni, en ikinä edes nuoruusvuosinani käyttänyt huumeita, minkäänlaisia huumeita。不过，马林的麻烦事儿并没有就此结束，网络又开始流传另一段视频。已婚的马林与28岁芬兰歌手奥拉维·乌西维尔塔贴身跳舞，举止亲密。乌西维尔塔后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澄清，他与马林只是朋友。接着，网上流出了2名半裸女子互相亲吻的照片，其中一人举着写有芬兰的牌子，遮住部分身体。这张照片拍摄于马林居住的官方总理官邸，照片中的2名女性，一名是网红，一名是芬兰女诗人。8月24号，马林再次出面道歉。他称，这张照片于今年7月一场音乐节之后拍摄，当时有朋友前往总理官邸过夜，大家蒸桑拿、游泳，但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但他承认这张照片拍得不合时宜。在道歉过程中，马林数度哽咽。Minä olen ihminen. Ja myös minä kaipaan joskus näiden synkkien pilvien keskellä iloa, valoa ja hauskuutta。这并非马林第一次因为私生活丰富而惹上麻烦。2021年12月4号晚上，马林与丈夫一起去了赫尔辛基的一家夜店，跳舞跳到了次日的凌晨4点。据德国《明镜周刊》曝光，当时马林已经得知自己是新冠密接者，但在夜店，夫妻俩不但不戴口罩，还与他人交谈，在吧台喝酒。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曾和马林一起开会的外长佩卡哈维斯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芬兰总理办公室说，曾给会议密接者发过短信的，建议所有和外长接触过的人都应该立即在48小时内避免与他人接触，以及进行核酸检测。当时马林在社交媒体上向民众道歉，表示自己将公务手机留在家中，并没有看到信息，并承认自己错了。他同时透露自己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不过，马林在芬兰民众中有一批稳固的票仓，这些人大多是芬兰的年轻女性，这与他出身贫寒、年少得志、有些传奇的从政故事息息相关。1985年，桑纳马林出生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而去。马林和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里，靠领取政府补助生活。马林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勤工俭学，他发过杂志，做过收银员，还在一家面包店打过工。2006年，马林加入了芬兰社民党的青年组织，开始涉足政治。2012年，年仅27岁的他当选为芬兰坦佩雷市市政议员。2014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第2副主席。2019年6月，出任芬兰交通和通讯部长。同年12月，时年34岁的马林出任芬兰总理，成为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总理。
在芬兰，总统负责外交和国安事务，而总理则是社会治理的总负责人。马林领导的中左翼联盟联合执政的5个政党的领导人均为女性，上任时年龄均低于35岁。除此之外，马林青春靓丽的形象还让她在时尚界也颇受欢迎。她曾接受过时尚杂志采访，还登上过芬兰著名时尚杂志《Trendy》的封面。在此次争议视频发酵过程中，一些芬兰女性在社交网站上发起了“我和马林在一起”的运动，数百个芬兰女性把自己参加派对的视频放到网上，证明这种生活方式很常见。不仅如此，一些国外政要也表达了对马林的支持。8月29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2年他担任国务卿出访哥伦比亚期间的照片。照片显示，希拉里在一个俱乐部内带着灿烂的笑容跳舞，贴文还标注马林，并写道：“继续跳舞吧。”马林很快就回文称：“谢谢你，希拉里。”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也对马林表示支持，并称自己也会在假期去听摇滚音乐会。然而，芬兰人对马林的不满和批评还是占了主流，其中还包括与马林同属一个党派的盟友。马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前秘书米凯尔·贾纳就表示，马林此前一再为自己打造冷静、坚定的领导者的人设，但最近的视频和照片却让他看起来荒唐可笑，这对于他的政治形象非常不利。2023年，芬兰将举行新一届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马林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在民调中落后于反对党民族联合党。此次的热舞视频可能会使马林所在的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付出代价，这也可能意味着他在社会民主党领导地位将终结。赫尔辛基大学政治学者约翰娜·沃雷尔玛则称，在芬兰文化中，总理官邸是一个政治圣地，该获尊重。多数芬兰人无法接受在那里拍摄半裸照片的行为。在马林当选初期，就有芬兰反对派质疑，认为太过年轻的总理恐怕不具备领导国家的能力。如今，这种质疑重新回到了芬兰的政治圈中。有评论指出，现在西方选举越来越像选秀，有魅力往往比有能力更能吸引选票，挑战传统往往比保守稳重更有流量。但选举热恋之后进入执政期，人们常常又开始期待过日子型的领导人。最近的政党民意调查显示，马林领导的中左的社会民主党落后于中右的全国联合党。由于马林不合时宜的表现，很可能进一步影响他领导的政党形象，有可能他在2023年大选中失利，而不能再担任芬兰总理。一些批评人士还质疑称，马林参加派对并喝酒跳舞的时机并不合适。马林官邸不雅照片的拍摄时间，正好是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导致能源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当时，芬兰政府正在与德国能源公司尤尼珀公司进行紧张的谈判。该公司因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而蒙受了巨大损失，期望得到芬兰政府的经济救助，但救助计划可能使芬兰纳税人损失数十亿欧元。在这个时候，马林却在私下寻欢作乐，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北欧一些媒体报道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林多次发表强硬言论，引起多方关注。不少政界人士对马林作为温和派的芬兰社民党成员却做出强硬表态感到惊讶。马林力推芬兰加入北约的政策，也遭到一些欧洲舆论的质疑，认为他的政治决策让原本安宁的中立国芬兰迅速地倒向了美国，也导致芬兰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恶化。芬兰研究生育和沟通的专家哈里·索科曼表示，热舞视频泄露后，马林的公众形象相当分化。他关注到，在短短几天内，马林登上了很多国际媒体的头版。他认为，马林现在需要谨慎地应对接下来的一切。索科曼称，马林是目前国际上最知名的芬兰人，所以他现在该认真考虑如何向世界展示芬兰的形象。最近芬兰总理马林呢是麻烦缠身，因为热舞视频和有人在他的官邸拍摄的不雅照流出呢，他在2周之内是多次出面公开道歉。那么在最近一次道歉当中呢，他承认这些视频和照片不应该存在，但是呢又辩解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快乐，我没有因为娱乐耽误一天的工作。那金老师，您觉得他的这个道歉诚意够不够？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这个派对门和约翰逊的派对门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就是马林在应对过程中啊，他注意到几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承认了这些行为有不妥当的，同时他表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言下之意，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那么这些呢，都表现出他一个坦诚的或者叫诚实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呢，它是可以赢得大众的这种理解的。这至少从公关的策略上看是这样的。第二呢，我也注意到他在道歉的时候，其实重点提了2点。第一，这不是一个工作时间，这是他的业余时间。那么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在说，作为总理，他也有这种私人的或者是社交的这种一个正当性。其实他也是强调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我想言外之意呢，应该是所有的开支他没有走政府的公共预算。所以从这样几个角度去看，再结合派对门之后他的这种政府的支持率也好，还有他本人的支持率也好，都没有明显的下降。从这一点上看，他的公关基本上是成功的一个策略。这不是马林首次因为私生活问题而惹争议了。2021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成为新冠患者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下，去夜店跳舞，直到凌晨4点。当时呢，他在道歉的时候就承诺自己不会如此散漫大意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惹出了现在这个麻烦。那郭老师，您觉得这对他的政治形象有多大的影响？流传出来的这些照片，明显的是他私生活的一些领域，所以应该不要对这位年轻的总理多加指责，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就是说，就是这个有没有性别歧视的问题。大家觉得这个现在对他的攻击的言论，主要是来自于很多男性的这个反对者和舆论的记者。很多人认为，就是在以前经常出现过这个男性政治家开自己的 party， 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出格的一些行为都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谴责。那么现在一位女性总理出现这些事，是不是公平，是吧？这是一个观点的争论。第三个就是说代别啊，就代沟的问题。年轻的选民觉得好像这是正常的事情。就是政治家累了，他有机会发泄一下自己的压力，组织一下这个私人的这个舞会和亲密的朋友，这个放松自己，应该问题不大。但年纪稍微年长一点的人可能另外一种观点。所以我就说，这个通过这3个不同层次的线路的讨论，并不会对马林产生更大的政治上的压力，对他的这个总理的前途应该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按照计划呢，2023年芬兰将举行国会选举。马林领导的这个社会民主党的前政客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此次的照片和视频呢，让马林看起来非常的荒唐可笑。在芬兰选举政治当中，这种形象非常的减分。而且这位前政客也判断说，这个马林将失去连任总理的机会。曾老师，您怎么来看？您觉得他还有翻盘的机会吗？任何的丑闻可能只有7天的生命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回头再看的话，拍摄的关于马林的这个 party 的录像的话，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讨论。也许这个丑闻已经过了它的有效期，对于马林将今后的个人政治的发展影响是会非常大。这个芬兰的在他们本党所能够提出的政纲，对于当地的经济或者说当地的社会发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特别是能够吸纳多少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才是非常关键的。其实马林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说他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执政上的失误，对于党内来讲，他还是一个值得利用或值得向民众推广的一个人设，或者说是一个符号和形象。如果说芬兰总理马林仅仅因为丑闻惹争议，那么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则因为丑闻直接断送了政治生涯。今年7月，约翰逊因为多重丑闻不得不辞职。就在他担任看守首相的最后阶段，近期英媒爆料称，目前约翰逊已经有不少工作邀约，大部分是希望他离开唐宁街后为媒体撰写专栏。在约翰逊从政之前，他就曾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担任政治记者。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而另一方面，约翰逊所在的保守党选新党魁的程序已经进入尾声，最后的人选将在9月5号出炉。以目前的民调情况来看，这位接任约翰逊的新首相人选究竟是谁？又会将英国带向何方呢？一起来洞察关键。It is clearly now the will of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there should be a new leader of that party and therefore a new Prime Minister. 7月7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职，为他过去3年饱受争议的执政期画上句号。3年前，约翰逊的支持率高达70%，到辞职时，近70%的英国人希望他下台。To this. Apologies to everybody for the misjudgments that I've made, that we may have made. 记者出身的约翰逊在2008年当选伦敦市长后投身政坛。他曾说自己希望追随政治偶像温斯顿·丘吉尔的脚步，成为一名带领英国人走出危机的领导人。而他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也让他成为英国数十年来特色最鲜明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带领英国完成了脱欧谈判的政治功臣，约翰逊却没能处理好脱欧后的种种后遗症，英国经济每况愈下。而将约翰逊直接送下台的，则是自今年以来爆发的种种丑闻。今年1月，英媒曝光了约翰逊及其政府工作人员在新冠疫情期间违反防疫规定聚会的丑闻，重挫他及政府的声望。随后，约翰逊承认曾参加2020年5月20号在首相府花园的聚会，并对此表示衷心道歉。而当时的英国正值疫情封锁的第1阶段，政府明确规定禁止人们饮酒聚会。舆论指出，约翰逊的举动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约翰逊也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在职期间违反法律的首相。与此同时，今年1月6号，一张爆炸性的短信截图被曝光，引发了约翰逊的装修门事件。短信截图中，约翰逊发信息给金主说，他的公寓有些杂乱，暗示金主付款，还答应会支持捐款人的博览会项目。事件曾在2020年一度被爆料，但约翰逊先是假装不知情，表示并不知道是谁在为翻新公寓买单。此事在今年曝光后，引起反对党对鲍里斯·约翰逊是否存在贪污以及权钱交易的质疑。There's no trust. I think it's an absolute disgrace, to be quite honest with you. At this point, I think he's kind of lost his credibility as Prime Minister. 派对门、装修门等丑闻发酵到今年5月，保守党因此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丧失了数百个地方议会议席。保守党内要求约翰逊辞职的呼声不断升高。6月初，在一次对约翰逊不信任投票中，有1/3保守党议员对他投下了不信任票。虽然约翰逊逃过一劫，但其领导力受到极大冲击。即便如此，约翰逊当时仍高调描述那场不信任投票。约翰逊甚至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一个决定性的结果。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可以继续前行，专注处理对民众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招致英国反对党的猛烈批评。更令约翰逊的阵营不能容忍的是，6月29号晚，保守党副党鞭克里斯·平彻因被曝酒后猥亵同事而辞职，后被保守党停职。据英国《每日镜报》透露，约翰逊至少接到过2次有关平彻的举报，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and I apologize for it. I think in hindsight, it was the wrong thing to do. 然而，约翰逊的道歉为时已晚。美联社称，就在约翰逊发表完这番道歉后的几分钟内，时任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和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相继辞职。We have reason to question the truth and integrity of what we've all been told. And at some point, we have to conclude that enough is enough. I believe that point is now. 随后，在不到48小时里，至少54名部长级官员递交了辞呈。一些约翰逊的昔日亲密盟友也公开要求其下台。据英国媒体报道，以布雷迪为主席的下院保守党议员团体1922委员会在7月6号召开会议，与会150名议员中仅1人继续支持约翰逊。四面楚歌之下，约翰逊最终在7月7号早晨8点30分同意下台。I can lead, I can make tough decisions, and I can get things done. I am ready to be Prime Minister from day one.
约翰逊宣布辞职后1周，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迅速表明了自己接替其职位的意愿。据英国主流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 数据显示，特拉斯以66%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英媒普遍猜测，除非最后时刻出现意外状况，否则特拉斯入主唐宁街10号基成定局。1983年，7岁的特拉斯就曾在学校的模拟选举中扮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角色。近40年过去，尽管特拉斯坚称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不会试图效仿任何人，但在媒体眼里，特拉斯一直全力模仿撒切尔夫人，包括在爱沙尼亚乘坐坦克，在莫斯科高调地戴着俄罗斯皮帽等。在穿衣打扮上，特拉斯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风格也颇为相似，试图打造强硬靠谱的政治女强人形象。尤其在保守党党首电视辩论活动中，特拉斯一身黑色西装，搭配带有大蝴蝶结的白衬衣，与撒切尔夫人参加1979年大选时的着装如出一辙。2010年，特拉斯首次当选国会议员，正式步入政坛，在保守党内人气颇高。短短11年间，历任了教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际贸易大臣等多个重要职位。2019年9月15号，他被约翰逊任命为外交大臣，这也是英国史上第2位女性外交大臣。近几年，特拉斯以敢想敢说著称，时常语出惊人，并且善于利用热点事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今年2月，当时正是美英两国对俄乌局势拱火最起劲的时候，特拉斯赴俄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会晤中，特拉斯执意要求俄方从俄乌边境撤军，态度相当强硬。而拉夫罗夫提醒俄军队是在本国境内，并反问道：“你应该承认俄罗斯对罗斯托夫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主权吧？”结果特拉斯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即表示英国从不承认俄对这2个地区的主权。同在现场的英国驻俄罗斯大使硬着头皮发声救场，赶紧向特拉斯委婉表示，上述这2个州确实是俄罗斯的领土。而在对华问题上，特拉斯毫无疑问也是鹰派人物。在此次竞选过程中，他与竞选对手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多次上演互相指责对方对华不够强硬的戏码。特拉斯甚至宣称英国应该武装台湾以对抗中国大陆。此外，他还声称自己上台后会更新2021年3月发布的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的整体评估，重新关注中国和俄罗斯，并与英联邦国家建立更强大的经贸关系。他宣称此举是为了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有害影响。如今要竞选首相的特拉斯在发言上更是有些失去分寸。8月23号，特拉斯放言按下核按钮是首相的一项重要职责，他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候这么做。 On whether you, Prime Minister Liz Truss, is giving the order to unleash our nuclear weapons. It would mean global annihilation. I won't ask you, would you press the button? You will say yes. But faced with that task, I would feel physically sick. How does that thought make you feel? I think it's an important duty of the Prime Minister. I'm ready to do that. 8月17号，一段特拉斯的录音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巨大争议。录音中，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的特拉斯批评英国工人缺乏外国竞争对手所具备的技能和应用能力，英国工人需要更努力工作，甚至还拿中国来比较。If you look at productivity, it's very, very different in London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But basically, this has been a historical fact for decades. Essentially, it's partly a sort of mindset and attitude thing. Yeah, it's working culture, basically. If you go to China, it's quite different, I can assure you. 这个录音曝光后，引发了舆论争议。卫报评论称，特拉斯此番言论中有关伦敦地区以外工人生产效率低的言论，可能更具破坏性。早些时候，他曾提出削减伦敦以外地区公务员的薪酬，但随后遭到保守党议员的强烈抗议。最终，特拉斯有所妥协，放弃了这一计划。当地时间8月23号，政客新闻网欧洲版以全世界都讨厌特拉斯马为题指出，事实上，在英国以外，很少有国家乐见特拉斯上台。作为脱欧的支持者，欧盟并不待见他。而美国方面，拜登政府很清楚，特拉斯与共和党人关系密切，而由于特拉斯要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也让拜登政府非常失望。俄罗斯方面更已经与特拉斯开展了几轮口水战。
此外，特拉斯上周还因为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敌是友暂无定论，引发巨大争议，令马克龙颇为尴尬。英国保守党将在9月5号选出新党魁，那这一次党魁呢，将由所有的保守党成员来投票决定。但是与此前历次选举不同的是，保守党议员支持苏纳克的这个更多，而普通的党员好像支持这个特拉斯的更多。那我看到有分析说，一旦特拉斯当选的话，将创造英国政治的新历史。曾老师，您怎么来看？您怎么来看这个英国保守党内现在撕裂的这种情况？这说明什么？现在非常有意思的是看到，就是说2位党魁的候选人，他们在政纲上面，比如说共同点，他们首先一点就是他们有可能会对华变得非常强硬。不同点的话呢也有很多，但像那个 Rishi Sunak 的话呢，他强调的是要减那个个人收入税，而像那个 Truss 的话呢，他是要求需要去减去企业的那个所得税。这两个就是说受益的群体看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信息呢，就是说，首先看党员这一层，英国保守党注册的党员大概有12万左右。根据英国比较权威的 YouGov 的民调显示呢，大多数党员他们会选择那个Truss。至于党内的话呢，其实他对 Truss 的支持也是非常高的，名气应该是高过那个Rishi Sunak。所以在这点上来讲的话 ，Truss 他当选党魁并且继任首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觉得英国的保守党的内部高层，特别是那个普通基层的党员的话，他们在取舍上有一个非常共同的支持 Truss。我们看到外交大臣特拉斯呢，最近也是争议不小。那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他现在是极力的要塑造自己是铁娘子第二的形象。那顾老师，您通过以往他的这个言行，怎么来判断他未来的政治风格？他所说的按下核按钮是认真的吗？他说话是有这个背景的，因为他是针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奇维杰夫，前不久这个发表了一场演讲，也提到，就是说，如果要真正开始核战争的话，那我们俄罗斯的核武器首先打击的将是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他作为一种回应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特拉斯他说出这种话呢，这个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某一保守党的某一部分人对俄罗斯强硬态度的回应，同时呢，他在争取9月5号我首相宝座的进程，他必须要展现强硬的色彩，因为现在英国吧，谁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生态，谁对俄罗斯展现强硬，谁都能获得更多的选票。那根据您的观察，特拉斯如果上台的话，他的执政风格会否更加的极端？这对英国民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任何一任首相，他上台首先需要面对的其实是他国内的乱局，所以说他在这个内政依然是他最主要的优先。那么在对外政策上，他需要做好几个平衡。第一个是他在处理和欧洲的关系上，他事实上他要受到他所追求的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的牵制。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今天他对欧政策从上台以来，他其实一直敦促这个英国政府在这个北爱尔兰协定问题上要和欧洲方面的合作。那么在对华政策上，事实上英国内部目前有很多的反思的声音，尤其是近期爆出的，因为美国的施压让英国拒绝与华为合作，给英国所带来的损失。我个人认为，他会在对外政策中的立场相比选举期间会有所缓和。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来说，今年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8月26号，作为欧洲西北部基准的一个荷兰交易中心的天然气价格创下历史纪录，达到每兆瓦时339.7欧元，大约是今年6月价格的4倍。这是俄乌冲突以来，欧洲紧跟美国与俄罗斯打制裁战之后尝到的最大恶果之一。能源短缺、经济不稳，导致多个欧洲国家政府支持率低迷。有不少分析都认为，欧洲各国今年很可能将迎接现实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寒冬。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在全欧洲蔓延，领导人频频在国会选举受挫，被在野党在国会掣肘，无法将执政方案落地。这又暴露出西方选举制度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洞察关键。
8月2号，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公开发难，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连任总统100天期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是一个无力软弱的总统。在野党也已经向议会提交了500份以上的法律修改议案，让马克龙总统只能把目光和精力从外交转向内政，陷入到议会苦战的泥潭。马克龙为什么会这么难？还要回到6月20号来看。当时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2轮投票中，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赢得最多席位，但却不再占有绝对多数。与之相比，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导人梅朗雄所在的左翼联盟崛起为最大的反对派阵营，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获得历史性胜利，成为议会第3大力量。毫无疑问，在马克龙以2位数的得票率优势赢得连任仅2个月后，这一议会选举结果是对执政党的重大打击。当时持左倾立场的法国解放报还用对马克龙的一记耳光这样的大标题形容这次选举结果。保守派媒体《费加罗报》则在头版刊发了一张马克龙眉头紧锁的图片，标题是“马克龙面临法国无法治理的考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说，这次议会选举结果形成2个极端包围中心的政治板块，彻底动摇法国传统的政治格局。从政治军事上讲，法国是欧盟最重要的国家，也是欧盟呢第2大经济体。它的政局变化呢，当然有很大的外溢效应，会影响到整个欧盟的稳定和凝聚力。今年的法国大选呢，正面的效果是避免了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上台，但假如未来5年呢，法国治理效果不佳，则极有可能呢让民粹政治人物呢找到机会，并带动呢整个欧洲加速转向民粹，这都会呢动摇欧盟的基础。当下，俄乌冲突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法国造成严重负面冲击，同时新冠疫情卷土重来，让法国普通民众生活压力倍增。日前，法国舆论界就出现一种声音，俄乌冲突引发了分化和士气受挫，也令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秋天和冬天深感担忧。而根据最坏的预测，欧洲人将不得不忍受寒冷，因为俄罗斯将切断天然气供应。如今，就连欧洲也开始担心，法国在欧洲事务中将变得更加自私，甚至引发欧洲严重分裂。Le moment que nous vivons et nos compatriotes le vivent avec nous peut sembler être structuré par une série de crises plus graves les unes que les autres. Je crois pour ma part que ce 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vivre est plutôt de l'ordre d'une grande bascule ou d'un grand bouleversement. 除了法国，德国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8月21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联邦政府接见民众，结果被2名乌克兰女性搅局。当时2人佯装与舒尔茨合影，不料其突然脱掉上衣，露出身上写有“现在就禁运天然气”的口号，使得场面一度陷入尴尬。而就在裸体抗议事件前几天，舒尔茨在德国东部也碰了一鼻子灰。8月17号，舒尔茨特意前往勃兰登堡州宣讲最新惠民政策。然而，舒尔茨的讲台之下嘘声不断，约300名抗议者一边咒骂骗子、叛徒，一边要求舒尔茨立刻辞职。还有闹事者吹响哨子，制造噪音，现场混乱不堪。舒尔茨不得不采用高功率扩音器，才将台下嘈杂的声音压下。其实，除执政不力之外，舒尔茨还丑闻缠身。比如上周，舒尔茨还因财务欺诈丑闻遭盘问。在他担任汉堡市市长期间，当地一家私人银行利用税务制度漏洞骗税4700万欧元，而市政府因对此不闻不问，受到广泛质疑。身为市长的舒尔茨更是难辞其咎。本月初，他在调查听证会上足足被盘问了3个半小时，但他回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清楚”，引发了众怒。德国《星期日图片报》8月21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舒尔茨支持率在过去半年发生大跳水，该数字在今年3月还有46%，而如今只有25%。而对舒尔茨持负面看法的民众占比高达62%，比3月时上升了23%。有批评者指出，上任以来，舒尔茨先后经历了俄乌冲突、能源危机、通货膨胀等棘手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德国经济濒临衰退。舒尔茨相较前任领导人根本没能展现出足够的领导力，而其率领的社会民主党更是在州议会选举中已经连续2次败给了在野党。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日前就警告称，如果今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那么德国国内极有可能再次出现激进的抗议活动。费泽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会利用每一场危机播种恐惧，还是12个政党联合，这实质上造成议员挑选选民，而不是选民挑选议员，注定是美国民主公平的灾难。不少观察指出，近年来在欧洲年轻人当中出现了一股支持民粹主义的浪潮。以法国为例，勒庞领导的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虽然说输掉了大选，但是在国会选举当中却表现优异。如今民粹主义对欧洲的政治生态有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民粹主义还不是欧洲政治的主流，就是欧洲的政治生态呢，它是议会体制。议会体制意味它不像总统制那样能够出现社会的分裂，议会体制它是说它是比例制，就是说你只有很小的像德国5%以上的你的拿到选票，你就能在议会里面代表你的政党发出声音来。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呢，这个民粹主义虽然是比以前更严重，但是要执掌影响整个欧洲政治生态的发展，他们还缺乏强大的选民力量。近年来，欧洲的政治出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联合政府，甚至是少数派来执政。比如说，今年的法国国会选举，国会竟然没有一个党能够超过半数，创下了法国第5共和国的新历史。德国也出现了3党联合执政的情况。那为什么在欧洲多国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说明什么？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跟选举制度有关系。比如说在欧洲大陆的话，很多选举它是采取不是采取英国的这种简单多数制，而是他们采取了更加复杂的偏好性的投票，所以有可能造成把票的分流分得非常困难，很少出现一个能够占绝对优势的大党。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比如说在意大利特别是在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他们很难出现传统上很难出现一个占绝对优势的这么一个政党，所以他们必须通过联合执政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治理。我们说过去都是传统的2大中间政党轮流执政，那么其实这是需要一个社会共识基础的。在这样一个变局之下，经济的分化、新议题的出现、新挑战的层出不穷，我们看到其实社会共识正在分裂。在社会共识分裂的情况下，它在政党政治中，它所体现的一定是这种政党政治的碎片化。那么这一点在目前可以说是整个欧洲的一个主导性现象。近期不少欧洲国家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暴涨，民众的不满情绪上升。那这场能源危机对欧洲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随着冬天越来越临近那么欧洲国家能否拿得出这个理想的替代方案，让民众平稳过冬呢？长期以往，我想欧洲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碳中和的目标就是在2045年彻底放弃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就是说，主要是通过这个可持续性的再生能源来满足欧洲能源需求。但是到那个时候还有30年到40年左右的时间。今年的冬天能否过得去，将是对欧洲一个最大的考验。但是考验主要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因为大家会挨冻受饿，主要是因为它的能源价格飞涨。现在能源是有，但是价格涨上去了。对于一般的，尤其是贫穷的老百姓，还有一般的老百姓是这样，他可能会今年的冬天对他们非常的残酷。乌克兰危机在欧洲引发的这种影响一定是持久和深远的。如果俄欧关系脱钩的话，很难想象欧洲还能够建立起一个包容性的安全结构，这是从安全层面。那么从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说目前欧洲其实处于一种选择的一个困境。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于美国的页岩气，因为在欧洲看来它是有更加污染的一种能源形式，都是持这种非常保留的态度的。但是目前各国都在竞相增加对页岩气的这种需求，那么这样的话就和它
推动的所谓的绿色转型的目标其实是不一致。今年以来，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能源短缺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稳定。这一系列危机反映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哪些问题？未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呢？问题主要是在欧盟内部、欧洲内部显现出很多不团结的现象。我觉得未来就是说，这个危机在于如何应对3个危机，一个是如何摆脱对俄罗斯的恐惧，是吧？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一直没有做好。第二个就是如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现在通过这个俄乌战争啊，欧洲是陷入对美国更大的依赖，尤其是安全保护的依赖。如果欧洲做不到这一点，它永远没有办法在世界上自立。第3个就是如何摆脱对中国的不信任。是吧？现在这个欧洲虽然跟中国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但是政治上对中国越来越不信任，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说欧洲坚持规则和秩序，他自己主张的，我们说他一直强调所谓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但是在危机背景下，欧洲所发动的这种无差别的制裁，一方面反映了我刚才提到的欧洲高估自身的能力，第二个呢，也是它违背了自己所主张的很多原则，例如经济和政治安全相互剥离这样的这种原则，并且很明显，当他说贸易武器化的时候，无差别制裁恰恰是最典型的贸易武器化的表现。